央行公布了2026年1月的最新金融数据，M2同比增长9%，社融单月是7.22万亿，人民币贷款新增4.71万亿，政府债融资创同期高位。一看新闻标题，全是开门红、宽松发力、经济向好。那么问题来了，2025年呀，资金都在躲，2026年政策又在推，这两件事儿是冲突的吗？还是说我们正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？今天呢，我就带大家把这两组数据放在一起来看。如果我们只看总量的话，会看到一个更宽松的开局，M2增速升到了9%，社融单月增量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。但是如果我们把镜头拉近，聚焦到每一个家庭和企业的微观选择上，那个熟悉的信号依然很清晰。市场上的水更多了，但是大家依然在躲。今年1月份，居民的存款又增加了2.13万亿，而贷款呢，仅仅是微增了4565亿。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现象是，居民存款的增速开始低于 M2的增速，这意味着一部分资金正在从纯存款转向其他金融资产，比如股市。但这种转移呢，目前还带有试探的性质。这告诉我们呢，2025年全年的故事未必在2026年翻篇了，钱依然大量沉淀在银行体系，普通人呢仍然在优先防风险，而非追求增长。那么站在普通人的角度，这些数据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回到2025年，民间在做什么选择？2025年全年居民存款增加了14.6万亿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。在这一年当中啊，消费刺激不断，货币环境宽松，政策层反复强调信心要恢复，但是老百姓的选择仍然是把钱存进银行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意味着普通家庭在做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，优先安全而不是增长。与此同时，居民全年新增贷款大幅下降，消费贷走弱，房贷明显放缓。当大家的收入预期不稳，房价没有企稳，就业压力同时存在的时候，那么普通家庭会自动切换到风险控制模式。所以，2025年的核心特征就是货币宽松，但是信用偏弱，钱在体系当中，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流动起来，这就是民间的节奏。现在我们看2026年1月，数据很亮眼啊，社融单月7.22万亿，人民币贷款4.71万亿，政府债融资9764亿，M2同比增长9%。而且有几个很明显的信号：第一呢，政府债是靠前发力的，财政明显提前出手；第二，结构性工具在扩容，再贷款额度扩大到1.2万亿；第三，金融5篇大文章领域信贷加速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政策层并没有等待市场自发恢复，而是选择主动往前顶。这一点比2025年更加明确了。那么这是不是代表着民间的信心已经回来了呢？这是最关键的问题。答案是现在还不能这么说，因为1月份有一个很强的季节性特征，就是每年的一季度信贷本来就偏高，而且国内的银行有开门红的传统，政府债往往是提前发行的，所以1月份的数据更多代表的是政策的意志，而不是民间的自发。我们要区分这两个节奏，政策节奏呢是主动在推，民间节奏呢是敢不敢接，这两者之间往往存在着时间差。现在的关键呀，不是钱有没有出来，而是钱会不会真正的流入这三个地方：第一，居民的中长期贷款；第二，消费贷；第三，企业真正的资本开支。如果这几个指标连续几个月改善，那才是向好的信号。否则呢，我们只能说水位在上升，而不是水流动起来了。我们现在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判断。历史上呀，当经济进入放缓周期的时候，往往会出现一种现象，就是政策节奏先加速，民间节奏滞后一段时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政策解决的是流动性问题，而民间关心的是确定性问题。这两样东西呢，不是一回事儿。流动性可以通过降息、再贷款、政府债扩大社融，快速给推上去。但是老百姓的确定性来自于他们的就业稳定、收入稳定、资产价格企稳、未来的预期清晰，而这些呢，都需要时间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政策在往前冲，民间在等信号，这也不是对抗，这就是时间差。
很多媒体在强调 M2 同比增长了9%，明显高于名义 GDP。这确实说明货币环境是宽松的，但是我们要真正看到的是另外一件事儿，就是 M2 和 M1 的关系。M2 代表的是广义流动性，M1呢更接近活期资金和企业经营的现金。如果 M2 高，M1 走弱，通常意味着钱在体系里，但是没有频繁流转。大白话说就是水库的水位在涨，但是河道还没有完全通。所以接下来几个月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个指标，就是 M1 是否同步回升。如果 M1 也开始走强了，那么意味着企业开始真正增加经营活动了，交易频率上升了，信用开始扩张，这才是经济内生修复了的信号。所以如果你问我2026年要不要乐观，我会说呀，现在还在观察。我个人呢会重点看3件事儿。第一，居民的中长期贷款是否连续3个月会回升？如果房贷出现了持续改善，那么就意味着资产预期开始稳定。第二，我们要看消费贷是否会出现趋势性的增长，不是春节因素，而是连续性的改善。第三呢，要看企业的中长期贷款是否真正转化为资本开支。如果贷款只是短贷加长债，没有形成真正的投资，那么说明企业仍然在谨慎。这3件事儿如果同步改善了，那么才是经济节奏切换了的信号。那么现在普通人该怎么做呢？第一不要因为政策加速就冲动上杠杆，政策节奏不等于你个人的节奏。第二，在信号没有确认之前，控制风险优先于追求收益。控制你的风险包括控制你的负债率，避免高杠杆的决策，保有你的资金流动性。第三，要保持弹性。所谓弹性呢，就是当经济信号真正出现向好的时候，你有能力参与，而不是提前耗尽了筹码。在现在这个阶段呢，不是冲锋的阶段，现在更好像是队伍在集结，但是还没有吹响冲锋号的阶段。所以如果一定要我给2026年1月一个定位，我会这样说：现在呢是政策加速阶段，而不是市场自发修复的阶段。我们正在经历的是政策节奏和民间节奏之间的时间差。如果接下来几个季度信贷结构持续改善， M1 同步回升，居民贷款回暖，那么我们会进入真正的第2阶段，就是信心修复的阶段。如果这些信号迟迟都不出现，那么就意味着政策还需要继续加码。所以呢，这期视频核心是我的判断，我们现在处在经济的那个阶段。2025年呢是观望阶段，2026年1月来看是加速阶段。那么接下来的几个月呢，将决定是水真正开始流动起来，还是水位在持续的上升。理解这个节奏比追逐任何短期的波动都更加重要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